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一颗加热阀从龙潭来的白色 W123的2301的加热阀的故障状况。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来看它的泄油压力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这颗加热阀并没有进行加热，也就是说引擎没有发动的状态，它的泄油压力应该会在 1.5 上下一定要在2公斤以下，才能够达到暖车的功能。OK， 我们来打开电源。OK， 我们看到它的泄油压力已经到了 5.3 公斤。就已经跟它的系统压力已经到达它的系统压力的范围，所以说它没办法进行冷车加冷的动作。这颗从桃园平镇来的 W123的2301的加热阀，大哥已经完修了。我们从这边有看到大哥在这边有签名，因为我必须要对这颗加热阀的整修负责。在未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在冷车的时候呢，它的泄油压力大概是在5.3公斤左右。但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那么高的泄油压力是没有办法产生那个冷车油气加冷的功能。正确的话应该是在泄油压力应该在2公斤以下，也就是说大概在 1.6 2.0 之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哥完修以后在冷车的状态，它的泄油压力是多少。好，大哥打开电源。在冷车的状态之下，我们看到它的泄油压力大概在 1.4 1.5 左右，这才是正确的冷车压力。经过差不多2分钟，引擎发动以后呢，也就是说这边有加热之后，它应该会达到在 3.6 到 4.0 之间。那因为这个压力差来提供我们的油气加浓的这个动作。大概经过2分钟之后，
这颗加热阀已经充分加热引擎已经运转大概2分钟左右。我们来看看它的泄油压力大概是多少我们看到它泄油压力大概在3.6左右这个是一个标准值。那也就是说，它借由这个压力差的改变来达到冷车的油气加浓的效果我们今天的测试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桃园平镇来的很漂亮的白色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在整修之前的测试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按照这个分油盘它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会在160到170之间。因为经过30年的使用，油箱成了一个污染源。那就好像我们的顶楼的水塔，经过30年如果都不整理的话，那各种脏的东西它都会在管路里面。我们油箱呢也是因为这样子，那使得我们的供油系统都产生了污染会造成出油量不足会造成引擎抖动。或者是说，因为高温，使得我们的引擎会产生过热的现象。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出油量。OK， 好，时间到。画面，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在130，第3缸也是130，第4缸135。如果以这个出油量看下来，它的出油量是平均的减少标准应该大概在170。那我们这次的测试数值大概都落在130左右，那跟170的出油量就差了40ml。那这个误差，如果以误差，应该就超过25%、30%了因为这个是老车很正常的污染现象。那经过我们这样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以 W123的体质，我们希望它能够再为我们服务20年，变成我们真正的好朋友。这颗编号02412的 W123 230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在还没有整理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30ml左右，跟标准的出油量170差了将近快40ml。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数值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好，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90年代，老宾士 W123、124、126这个年份的车子，其实它体质相当好如果以它引擎缸体的话，如果不缺油不缺水，正常使用50万公里绝对不是问题。但是到了30年以后我们碰到共同的问题，就是油路管路的堵塞问题因为机械式的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调整
可以维修不像电子喷射模组坏了或者模组有问题，我们只有更换一图。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68，第四缸170。这跟我们厂方要求的160、170几乎是没有误差。这个成绩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主要在检查它在怠速的时候，它出量是不是稳定。然后没有误差，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大哥对它的误差就非常的要求就比较高。厂方是误差值设定在15%，但是大哥希望是在3%、5%以内，因为车子的稳定性对我们的是直觉是是一种最直接的感受。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测试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2412的 W1232301的4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0，第三缸202，第四缸208。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目视结果应该在3%左右完全符合厂方15%的误差范围，而且成绩相当优秀。老车30年的老车，因为引擎积碳的关系，这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应该建议用95的汽油。那至于说积碳的现象大哥的认为是跑高速公路就好了。也不会碍事的希望我们这部车子能够再替我们服务20年成为真正的老朋友。